一个人长期在一条破败不堪的小木船上漂泊生存，他会遇到怎样的生活问题呢？上一期我们说到，自从发哥与小黄结下不解之缘后，一人一狗每天的生活过得不亦乐乎。但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摆在发哥面前，那就是天天在浮木上生火做饭。再结实的浮木也总会有烧穿的一天，所以发哥决定在浮木上用黄泥建造一个连体式的特色炉灶。但是在这水林中四面环水的地方，又从哪里弄来黄泥呢？我本以为发哥要再次踏足广阔的陆地，谁曾想发哥抽裤子拉一拉链，突然我恍然大悟，原来答案就隐藏在河底之下。只见发哥用手拨开河面的漂浮杂物，顺着河中的引导木棍，一个深呼吸就潜到了水里。随着木棍不停地晃动了几下，发哥很顺利地从水底捞上一把黄泥，但这分量明显还远远不够。紧接着，发哥再一次深呼吸潜入水底，就这样一潜一浮的动作，发哥来来回回地重复了数次。最终收集足够的黄泥之后，发哥才心满意足地回到浮木上面。听着发哥大口的喘气，可以看得出这水下作业相当耗体力。现在制作炉灶的材料已经有了，下一步就看发哥如何打造具有特色的连体式炉灶。发哥先在2根间隔不远的浮木上架上8根大小相仿的木棍，使其形成一个空中楼阁，然后再把黄泥铺在木棍上面。这是为了在烧火的时候不让高温的火焰烧掉底下的木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层泥巴必须铺得厚实且全面一些，毕竟是要一劳永逸的事情，没必要等出现问题的时候返工再做吧。随着镜头不停地切换之际，发哥用他那心灵手巧的双手，很快就把黄泥一块一块地往上叠加，而炉灶的底座也出现轮廓。看着发哥一直忙碌不停的背影，想必现实生活中的他也会是一个勤劳认真的好男人。但为啥就是找不到女朋友呢？难道这种好男人在如今铜臭味泛滥的社会，女孩都是视而不见吗？真心搞不懂。而年轻有为的小黄才不关心这些东西，一如既往地趴在闺房中酣酣大睡。发哥这次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制作了一个连体式炉灶，可以同时烧饭和炒菜。现在炉灶的大体构造已施工完毕，接下来就是对炉灶进行加固与美化。我们可以从镜头前看得出，此时2个灶台的形状不太一样，显得格外大气有档次。而左边那个灶台还自带烟囱，真是不得不佩服发哥的思想前卫。有了这根不起眼的烟囱加持，想必左边这个炉灶的火势会更加炽热与高温。而2个炉灶的外观也甚是美观，直接被发哥当屏的油亮发光，真是生火建造谁最猛？发哥巧匠良工最是狠。在一番忙碌之下，连体式的炉灶终于大功告成，这也预示着发哥日后生火做饭有了家的味道。当然，提供方便快捷是肯定的了。发哥这个人虽然长得眉清目秀，但他的内心绝对是细腻有加。为了小黄在吃饭的时候能有个像样点的吃饭家伙，二话不说，直接用泥巴给小黄做了一个吃饭用的小碗。这心思，这巧手，简直是男人典范中的真男人。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当然不是，发哥还要在小碗底部再加上一个底座。这操作真的对发哥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在发哥的精心制作下，一个手工精致的素胚碗就完成了，在表面抹上些许水圆润一番，立马呈现碗油碗样。发哥一共制作了2个，一个是送给小黄的，一个是给自己的。看来小黄真是跟对人了。现在把火堆升起来，不但可以把新建的炉灶进行硬化，同时还可以进行第一次烧水，而放在一旁的碗胚也会被快速烘干，真是一举3得，妙不可言呀。发哥在等待的同时，便开始着手准备午饭，把之前留下来的鱼干用树枝一条条夹住，放在炉灶上面烘烤。在野外生存原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还在酣酣入睡的小黄虽然无忧无虑，但发哥则需要考虑更长远的生计。于是他把一些类似于大蒜的植物打算种在浮木上面，这样一来，以后就有源源不断的蔬菜供应了。发哥用斧头直接剁碎浮木表面的树皮，再撒上一些泥土与木屑混为一体。不过这样的做法真的可以为绿植提供一定的养分吗？紧接着把刚才拿出来的菜苗全部种上去。发哥突然又考虑到小黄的好奇心太重，生怕会影响菜苗的顺利生长，于是利用一些小树枝把菜地围了起来。就这样，发哥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菜园。
时间不迟也不早，开水和烤鱼都同时可以饮用和食用了。但由于小黄还没有睡醒，发哥只好等他醒来再一起享用吧。毕竟一个人吃饭有多寂寞，想必没人比发哥更有体会了。自从小黄认了发哥做大哥，已经有好些日子。虽然没有歃血结拜，但发哥在水灵生存这段日子里，对小黄照顾有加实属难得。只不过发哥今天一大早突然下了狠劲，开始霍霍地磨起了斧头。难道这就叫养肥再宰吗？可小黄现在也不肥啊，大家可千万不要误会。发哥并不是打起了小黄的主意，而是在日常的生活里，由于发哥之刃一直没有刀鞘，既不利于保养，也不踏实安全。再者就是长期在水灵生存湿气中，如果这些铁具不进行保养与爱护，那必定不利于长期的水上生存。于是发哥准备利用木头给刀刃做柄刀鞘。发哥很快就在木块上标出了整把刀刃的形状，然后用刚刚磨好的凿子将标好的木块内部尽数掏空。有人说，忙碌可以使人忘却烦恼，就像喝醉酒那样，而刚刚睡醒的小黄却像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根本不在意发哥的一举一动。而专心致志的发哥已经把刀鞘做得差不多了，放上去试一试，尺寸刚好合适。而另外一面也如法炮制，把2块削好的木块合在一起看看，发哥总感觉它们之间不够严丝合缝，于是拿起木刨继续将刀鞘削得更平滑一些。在追求刀鞘的实用性之余，它的外观也不能含糊不清、不伦不类，就好比谈女朋友那样。虽然说内在和品德最重要，但谁会介意在这基础上能拥有一个身材与脸蛋都同样出众的女朋友呢？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出，发哥和小编也一样，是一个有着审美追求的好男人。发哥不停调整木刨的刀刃位置，使其更好将刀鞘表面打磨得平整光滑一些。发哥该不会是工匠出身吧？把发哥之刃插进刀鞘之中，看拔刀的架势有没有一种征战沙场的感觉。接着再用富有韧性的藤条绑在外观。一把精致且实用的刀鞘就此完工，这也是发哥在这段日子里制作最为精美的手工制品之一。发哥高兴之余，便牵着小黄的狗腿子，欢快地嗨了起来。但就在顷刻间，发哥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长期出来野外生存，本就是一件极其需要勇气的事情。而小黄的表情一直都显得不太那么自信，甚至有点害羞。于是发哥决定用干枯的水葫芦给小黄制作一件勇气铠甲。说做就做，发哥在小黄的闺房整理出一些干枯的水葫芦，接着把小黄抱出来量身定做铠甲的尺寸。不得不说，发哥是从心底里喜欢小黄的。在勇气铠甲刚开始制作的时候，意识到即将有新衣裳的小黄便开始活跃了起来，不停地在发哥旁边玩耍嬉闹。发哥拿着细绳度量了一下小黄的腰围，然后用脚踩住水葫芦，用细绳将一根根水葫芦给编辑了起来。随着镜头一切，部分的铠甲已经制作好了，而旁边的小黄似乎也想出一份力量，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不停地咬着地上的树枝。不过很可惜，发哥并没有心领神会，直到累了就依偎在发哥的小腿上打起了盹来。很快，勇气铠甲终于制作完毕，是时候让小黄穿上这独一无二战甲看看。然而万万没想到，穿上铠甲的小黄似乎更加没有勇气了。不知道是不是对着镜头不好意思，亦或者有可能是饿了的原因，小黄的精神面貌都低了许多。为了唤醒他的勇气与斗志，发哥直接帮小黄沐浴一番。然而洗完澡的小黄好像也不见得精神许多，于是发哥连忙端来他的饭碗，再给小黄倒上食物，但小黄却依旧没有吃上半口，这可把发哥给急坏了。难道小黄生病了吗？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关注我，下一期发哥的水上生存更精彩。